洞察局势，开启视野，这里是火力早报时间。俄油东进，新加坡成关键跳板，无人机重创俄油业，造成100亿损失。在美欧的制裁下，俄罗斯油轮正集体更改航向。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数据显示，今年1月约140吨俄罗斯原油标注目的地为新加坡，创下历史单月最高纪录。表面停靠，实则过境。这批原油的真实接货方是中国沿海电厂，印度买家大幅退单，南亚市场急剧萎缩，俄油被迫放弃传统通道，全力压住东方。新加坡成为关键跳板，既能降低直接运输风险，又能快速对接中国稳定需求。然而，这并非突围，而是收缩。制裁未能彻底堵死出口，却迫使俄油交出印度市场，付出更高的运输与保险成本。另一边，彭博社根据乌俄官方声明统计，2025年乌克兰对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至少120次空袭，炼油厂是绝对重点，受81次打击；海上油气平台遭27次攻击，管道遇袭8次，油轮遇袭4次。12月攻势最为猛烈，单月24次空袭，创下了全面入侵以来之最。咨询公司阿格斯报告称，通过管道输送至俄炼油厂的原油量已降至15年最低，全年到货量2.2834亿吨，同比下滑1.6%。国内炼油总产量下降1.7%至2.623亿吨。据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副总经理叶夫根尼·博罗维科夫表示，无人机袭击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卢布，约11亿美元。若计入收入损失与间接影响，总损失已突破1万亿卢布，约115亿美元。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保险业率先失手，索赔赔付额已超过所收保费总额。索格拉谢公司企业承保主管库托两斯基坦言，相关保险组合的损失率上涨10倍，保费完全无法覆盖赔付。单次炼油厂袭击的平均损失常在数亿卢布，折合500万至1000万美元。此外，据《金融时报》披露的欧盟内部文件，布鲁塞尔正准备对俄罗斯加密货币活动实施全面禁令。此举标志着对俄制裁逻辑的根本转向，不再针对单个加密平台逐一点名，而是彻底切断所有与俄罗斯注册实体相关的加密交易。更关键的打击对象是 A7 支付平台及其发行的卢布支持稳定币 A7A5。制裁草案还首次将数字卢布纳入禁止范围。此外，欧盟拟将约20家俄罗斯银行列入黑名单，并首次对第三国港口设施实施制裁。格鲁吉亚的库莱维港与印尼的卡里蒙港因处理俄罗斯石油运输而被锁定，这为欧盟惩罚规避制裁的第三国树立了明确先例。2026年刚开始，俄罗斯就在金融、能源与安全3条战线上同时承受压力。在重重挤压之下，俄罗斯能源经济的缓冲空间被一步一步压缩。未来俄罗斯还能拿什么来支撑这场战争？今天的早报到这儿就结束了，后续如何发展，火力军将持续关注，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